现在是早上，就昨天对面那个房子里的那个保姆啊，他跟我说他一个朋友想要我们那个椅子，所以我早上来看，那6个椅子他们已经拿走了，现在就剩这些垃圾了。嗨，朋友们好，今天天气特别好，我这个屋子前面开的月季也特别好看，看这黄玫瑰，开了好多包了。这一颗渐变色的，它也开了好多。上次被我移了一下，伤到了，现在又开了好多花了。看这里，这一颗也开了，好大呀！这个现在收垃圾的来了，不知道他们是收什么的。他们说的是那个 recycling， 那个回收的。你先倒到前面，然后前面把门再倒到后面。走了，还没轮到我们这边。这老牛又收拾了一些装修的垃圾，一块给扔了。What's that? Shit. Never use. Yeah, too much. I absolutely have to build these shelves next. 东西太多了，想扔都无从下手。要把那一袋也丢过去。This is why we moved here. Yeah. Wow. This weather. Enjoy. I love this weather.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出租屋用的饮水机，给它搁在外头。当时是租的，然后呢，他们每个星期都给我们送水。现在我们自己在厨房里装了净水器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饮水机了。然后今天他们公司会来人把它拿走，因为我们不是前2天还剩了几桶水吗？还剩1桶啊？啊，剩2桶不要了哈。对，只好对，因为他不会给我们任何。也不会退钱，对，只要他们拿走算了，我们也没喝完。今天我们姐妹有个聚会，我现在出发了，带了一盒蓝莓，还有这个小点心，这个是那个杏仁，外面是芝麻，这个特别好吃，在 Trader Joe's 买的。好了，出发了，到姐妹家了。他们家门口这个花开得真漂亮啊！嗨，朋友们，我已经从姐妹家回来了。然后呢，这次聚会呢，主要是分享一下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一位姐妹给我分享了一个她的故事，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深刻，所以也来这里分享给大家。她讲的故事是，她说的是学霸和学渣的故事。她把自己称为学渣，她老公是学霸。当然，这是她自己一种谦虚的表达方式，但是也说明了2个人之间在这个学历方面的差距。就是说，她在她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她是到她母亲的单位工作，在一个宾馆工作。当时呢，她经常要上夜班，所以她有点受不了了，就希望调到这个白班。她的妈妈呢，为了解决她这个夜班的问题呢，就带她去见单位的领导，也就是她未来的公公。然后见了面之后呢，她那个公公就对她特别满意，而她的公公呢，跟她的妈妈呢也是认识多年了，所以相互之间也是了解的，了解相互之间的家庭状况，也对双方的家庭也是满意的，也算是门当户对吧。所以呢，她这个公公就跟她家里介绍说，他有一个儿子是清华毕业的，就是他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当年他们城市的状元考进清华的，是妥妥的学霸一枚啊。然后那一年呢，正好她老公呢要到美国来上学，加州理工非常好的学校。然后呢，她公公就在考虑他儿子的这个婚姻的问题。然后当时正着急的想给他儿子在国内找一个媳妇，这样呢，等出国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人来照顾他了。然后他呢，正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去见了他的公公。虽然是因为这个工作调动的事情就被他这个公公看中了，然后介绍给了他的儿子，他们这个婚姻就成了。直到现在，
已经几十年了，他们也有了2个孩子，生活的非常的幸福。他跟我们介绍他在家里是这种贤妻良母的角色，对孩子呀，对老公啊，照顾的都非常非常的周到，可以说对家庭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所以他现在这个家庭也非常的美满，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家庭类型，就是老公主外，老婆主内，这样呢，这样的家庭也非常的平衡，经营的非常好。但是呢，同时他也跟我们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情况也是跟他差不多，也是老公是成绩非常好的学霸，然后他老婆也是主要是照顾家里。但是老公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回国内去一个是珠江学院还是长江学院啊，在那里就认识了别的女的，然后就出轨了，最后这个老婆也被抛弃了。当时的姐妹都在赞叹说她老公的人品非常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婚姻的模式吧。但是就像后面他说到的那个例子一样，也有可能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脆弱的时候，抵挡不住外遇的诱惑。其实他当时说的时候我没有多想的，回来之后我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也是一个学霸，当年也是我们县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后来呢，我们就开始相互有好感，其实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几个月吧。他的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表示反对，因为他父母觉得当时啊，我是在我们省城上大学，而他在京城上大学，他父母就觉得我配不上他。其实他们看重的是我的一个闺蜜，我那个闺蜜也是在北京上大学，但是我的那个闺蜜和我的第一任男朋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觉，而且我的闺蜜很快就在北大找了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老公，后来他们结婚了。后来我那个前男朋友的父母就威胁他，他妈妈说你是要我还是要他，你继续跟他交往的话，我们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经济支持了。当时呢，我们还是在上大2，他是非常需要家里的支持的，所以最后我们也就分手了。然后2年之后呢，我又考研究生考到了北京，但是呢，我们之间已经是时过境迁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因为我和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家呀住得非常近，后来我听有的邻居说他的父母后来又有点后悔，当时反对我们在一起，但是呢，那个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就那样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呀是非常讲缘分的，没有缘分那就让它过去吧。就是这个婚姻啊，没有特定的模式，其实各种各样的模式都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好的例子，也有不好的例子，就看你是怎么来看待你的婚姻模式的。有的人喜欢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模式，有的人喜欢这种独立型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婚姻啊，要幸福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就是在性格方面比较合适，然后3观比较一致。一般来说，这样的婚姻会走得比较长远，而不是靠各种外在的这种条件的堆砌，比如说学历啊、收入啊、长相啊，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就是你找对了人，找对了类型，找对了适合你的类型，那这个婚姻就成功了一半。后面只要稍微加以经营、加以呵护，就不会出大的问题。所以就说这个出厂设置，原本的设置就要对，然后你后面才会走得顺利。如果一开始2个人在性格或者3观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有大的冲突，那以后不管你怎么用心的经营，总是走得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在这个婚姻大事上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对对象，选对了人，那这一辈子就会幸福。这也就是我今天参加这个姐妹聚会的一点感想。我相信大家自己身上或者是身边的人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故事。今天呢，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这样一个故事，来从一个角度来观察一下这个婚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吧。